迎回到我的频道 I'm Rosamund。今天的影片会跟以往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希望你们会喜欢。你们知道吗？在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有一座快速崛起的城市三兰港，但这座城市看起来充满展望，背后却隐藏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有超过70% 的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是什么让这里成为了非洲最大的贫民窟？这支影片将会带你深入了解三兰港的现况。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工作机会和挑战，让数百万来自农村的人口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然而，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成长的速度，住房短缺、规划不足，再加上经济困境，你会看到拥挤的街道、简陋的房屋，使贫民窟在城市的边缘不断的扩大。学校这次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在探讨开发中国家的都市议题，尤其是低收入户的居住现况，并提供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接下来这2周，我们会陆续参观当地的政府部门以及住宅公司，了解他们如何面对都市人口快速膨胀衍生的问题。And also in that decentralized part now we're experiencing like people selling their land and investors come buy new because of the city is growing. We're not only being depending on the central city, but we're decentralizing. And we all know like the effect of that also, since at first people are there. So what we do is at least work with what we have. So enjoy. 这里就是最大的贫民窟。刚刚那个机车后座就直接摆一个棺材这样载，那个真的吓到我。BRT 的车欸。他们又在贩卖奇怪的东西，还有那个头儿。在德属东非统治时期，三兰港被划分为3个主要区域。这种划分反映了当时殖民主义的社会阶层观念。那分别是哪3个呢？有欧洲区、亚洲区跟非洲的当地人区域。我们现在已经在亚洲区了。等等第3区我们会看情况决定要不要进去。那贫民窟之所以没有下来走，是因为司机有点担心我们的安全，再加上我们不是1-2个人而已，我们是一群人进去，会打扰到当地人的生活，比较不好。这边过马路真的是在拼命。快要热到消失的我。原来人行道上面是可以骑车的，超危险。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市中心，来到第2区了。现在这一条大马路是区隔第2区跟第3区的绿带，所以过了这个马路我们就到第3区了。但因为第3区的治安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所以跟随我们的当地学生有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提醒：你包包要顾好啊，手机要有链条，然后相机不要握紧。还是我包包给你顾，然后我顾相机，我就不用顾2个东西。我这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集，他有说他主要的货物是从哪里运来的？全国而已。当地学生跟我讲说，来这边买东西 CP 值是最高的，因为如果你换一条街或者是换一个区买的话，这些货品可能都会翻到3、4倍的价。我就是吓到，然后就一直摇摇头，他就讲了一堆他们当地的语言，我完全听不懂。这个mahali tunasoma na kwambia nifikirie. Kuna mwingine baba amenunua mahali, mama amenunua sana, ila bado sijaona. Mimi naangalia ustaarabu. 他说他这个的设计灵感是椰子树，然后往旁边这样展开。这里火车票比公车票还便宜，大概便宜5000先令。但如果你想要搭，因为大家都想要搭火车，所以如果你想搭火车的话，要提前订，大概提前3、4天。目前该国约有300万的住房缺口，每年新增需求约20万套房屋。这趟研究旅行，我们去了2个机构，分别是半官方的 Watumishi 以及国营的 NCH。
坦桑尼亚尚未建立国宅的概念，因此也缺乏相关的法规范。现阶段政府主要依赖国际组织的援助以及私部门的合作来推动低成本住宅计划，试图以此来缓解房源短缺的问题。不过，因为缺乏购屋者资格的限制条件，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财力，便能够在这里买这些低成本住宅。这可能导致富裕阶层垄断房屋资源，使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低收入户群体无法受益，进一步的加剧贫富差距。在听业者介绍的时候，我一直想不通，这些低成本住宅的概念都超过来了，为什么配套措施却没有一并跟着实行？可是这耳朵太大了吧？这一点都不小哎。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样的房子好像很令人震惊。但台湾大概1950年代的时候就是这种房子。我们这边还在爆破，搞不好这一栋根本就不是他们的，超好笑。我们现在的所在地原本跟对面一样都是 informal， 直到推动政策以后，这边的居住品质才提升。